为什么餐馆的牛肉烹饪的那么嫩，那么好吃，家里面自己做却总是又老又塞牙呢？其实想要牛肉嫩滑好吃，又不影响牛肉的本味，是非常有技巧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夏季必吃的极品凉菜——香菜拌牛肉的做法。只要您把这道菜学会了，腌制和嫩化牛肉的技术就可以成为顶级水平了，甚至比很多餐馆做的还要好吃。这并不是自吹自擂，看完视频您就明白了。做香菜拌牛肉，首选是牛外脊或者牛内脊，这两种肉都非常的嫩。相比之下，牛内脊要比牛外脊更嫩一些，它是牛肉身上最嫩的一块肉，也就是西餐中所说的菲力。牛外脊则被称之为西冷。牛排中常吃的剔骨牛排，左边小一点的肉就是菲力，右边大一点的就是西冷。虽然牛肉的部位很重要，但是腌制牛肉的方法更重要。方法不对，再好的牛肉做出来也是浪费，一样咬不动。只要方法对了，即便是牛后腿肉也能做出豆腐一样的口感。我这里准备了一块普通牛肉，大家看一下，肉的纹路比较杂乱，筋膜也比较多。我们先按筋膜的位置以及纹路的走向，把它改刀切成几个小块，再用刀把筋膜剔除干净，否则一定咬不动。因为不是牛里脊，处理下来的筋膜还真不少。全部处理完成后，这些不带筋膜的牛肉大约400克。切牛肉不要随便乱切，一定要沿着它的纹路呈90度夹角，直刀切下去，切成2到3毫米的片，把所有的肌肉纤维都给切断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嫩，也不会塞牙。您在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，这些餐馆做出来的牛肉确实非常嫩，但是几乎没有牛肉的香味和口感，闭着眼睛吃甚至很难分辨是什么肉。在排除了假肉的情况下，这是因为这些餐馆为了节约成本，会选一些口感比较老、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牛肉，用大量的小苏打或者嫩肉粉对牛肉进行腌制，导致腌制出来的牛肉口感虽然嫩，但是就会失去牛肉应有的味道。全部切好后，我们把牛肉放入大盘里面，下面开始准备腌制。腌制之前，我们需要多做一步，准备一小块去皮的生姜，既不要切成丝，也不要切成片。像我这样，一只手把生姜按住，另外一只手拿起刀，用刀的顶部将生姜慢慢的拍碎，从而形成姜蓉。然后准备一个碗，用手用力的把姜蓉挤出姜汁。我们都知道生姜有去腥增香的作用，却鲜为人知，生姜汁真正的作用是用来嫩肉，它是一种纯天然无添加的嫩肉剂，但使用方法却颇为讲究。这是一篇学术论文，标题为《生姜汁嫩化牛肉方法的研究》，出自黑龙江81农垦大学食品学院。经过研究表明，生姜汁对牛肉的嫩化效果良好。生姜汁的最佳浓度为 5%， 缓冲液 pH 值为 8.0， 最佳处理温度为40度，处理时间为60分钟。我同时查阅了国外的相关论文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。家庭操作我们可以简化这个过程，每100克牛肉用1克姜汁加20克的清水，400克牛肉就用4克姜汁加80克的清水，然后把姜汁和水混合在一起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腌肉了。下一步，我们朝装牛肉的盘中加入点盐，大约1克入个底味，加入点胡椒粉，也大约1克去腥增香，然后加入1勺特级生抽，大约12克，增加酱香味，加入一点蚝油，大约10克，提鲜增味。以上这些都是让牛肉入味的。先用手把调味品抓拌均匀，因为我们是凉拌，牛肉的味道一定要给足。充分抓匀后，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生姜水，每加一次就朝一个方向不停搅拌，让牛肉完全把姜汁吸收进去。重复这个操作，直到把所有的生姜水全部吸收进去。生姜蛋白酶嫩肉的原理是能够适量分解结缔组织、胶原蛋白、弹性蛋白，打断氨基酸分子的连接，破坏它们的分子结构，从而起到滋嫩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朝盘中加入1勺玉米淀粉，还是不断的抓，把它抓匀，让牛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淀粉外衣。抓匀后，再朝大盘中加入点食用油，再抓一次。由于分子之间强大的张力，让淀粉外衣上再裹上一层油膜。有了这2层保护膜，牛肉之间不仅不会彼此粘连，而且烹饪的时候也不会出水，更鲜嫩。就这样腌制至少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让牛肉充分的嫩化和入味。腌制的时间越长，牛肉就会越嫩。如果是牛里脊，只需要腌制10分钟就可以了。
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些配菜，把手洗净，换一块干净的案板，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菜，大约100克。先把它们的根部切掉，再把它们切成小段，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既然是凉拌菜，蒜末必不可少。准备几个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扁后，改刀切成蒜末。大家尽量切得细一点，让蒜末可以充分的与氧气接触，从而被氧化，才能生成对人体有益的大蒜素，同时香味也会更浓郁一些。切好后放入一个大盘里面，这个盘一定要大一点，后期才好拌。再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新鲜的小米辣，去蒂后改刀切成圈，切好后也放入大盘里面，和蒜末放在一起。接着浇上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它们的香味，也同时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凉拌汁，盐就不用加了，加入一点糖，大约2克，加入一点胡椒粉，大约2克，然后加入一勺特级生抽，大约12克，再加入1勺量的香醋，大约12克，加入一点蚝油，大约12克。您还可以选择性加入一点香油，如果家里面有辣椒油的，可以适量加一点，能让这道菜的味道增色不少。这个辣椒油做法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视频。用勺子把凉拌汁搅拌均匀，先放一盘备用。等牛肉腌好后，起锅烧水，水一定要多一点。水开后，我们迅速调成最小火，锅中的水不能剧烈沸腾，否则牛肉片容易脱浆。我们把肉片逐一放入水中，就会立刻发生淀粉糊化反应。通过这个表格，我们可以发现各种淀粉糊化反应时所需要的最低温度。一旦达到所需的温度，这些很小的淀粉分子就会迅速的膨胀断裂，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状结构，紧紧包裹住牛肉片，从而锁住肉片内部的水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下肉片一定不要求快，不要把肉片一股脑倒入锅里面，那样会导致水的温度急剧下降。一旦水温低于最低糊化温度，淀粉不仅不会糊化，反而会溶于水中，也就是脱线了。假如锅中的水没有翻滚、没有气泡的时候，就不要下入新的肉片。如果您把握不准的话，可以分2锅下入肉片。下入全部肉片后，调成最大火，等锅中水开后，再煮1分钟的时间，就立刻把牛肉片捞出来，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拌汁里面，再把香菜也全部倒进来，然后用筷子把它们翻拌均匀，让香菜和牛肉可以吸收调味品的味道。充分拌匀后，也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，会更入味。好了，我们换一个小盘，其实只要300克的牛肉就可以把它装满。装满一大盘之后，还剩下1/3，这样拌出来的香菜牛肉特别嫩滑，咬上一口鲜嫩多汁，香辣开胃，下酒又下饭。喜欢的朋友还不赶紧去试试吧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